节课我们来讲美甲水彩12技法当中的脱笔技法。脱笔技法的话，其实在前面的基础课当中，笔的使用当中我们有讲过，正锋以及侧锋。其实的话，我们的脱笔技法就是正锋、侧锋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会配合上我们的一个手法，就是压笔、走笔以及提笔。我们先演示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笔尖取上颜色。脱笔的话，脱笔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侧锋啊，侧锋压下去，好，斜侧着压下去，不要顺着笔毛的方向啊，侧锋，好，往下拖。那拖动的同时，我们一边慢慢的提笔，慢慢的提笔。好，一边走一边慢慢的提啊。走笔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笔在往前去延伸去走。提笔是什么意思呢？把笔慢慢的提起来。走笔和提笔是同时进行的啊，同时进行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才会有一个从锋利宽慢慢变窄，慢慢变窄，然后慢慢的一个收一个尖儿，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。那脱笔的话，我们手法要快一些，不能这样慢慢的去脱啊，要快一些。好。侧锋压笔拖着走，好，侧锋压笔拖着走啊，大的小的这个手法。然后我们在控制这种压出来的，比如说这种叶子啊，压出来的这种叶子的大小的时候，我们要控制力度。你如果说重重的将笔这样压下去，好，侧锋拖着走的时候，它出来的就会宽一些。如果你想要小一点的时候，你就笔尖轻轻压下去，它出来的就会小一些。所以说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，你想要多大的范围，你就去用多大的力。可以多试一下。然后这个是侧锋，那我们正锋呢？正锋我们在脱笔的时候还是看一下啊，轻轻的压下去，压下去，然后慢慢的走笔提笔，好，收，走笔提笔收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种画法啊，完全不同的一个画法，画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。正锋画出来的叶子的话，它会更加的纤细柔软啊，纤细柔软一些。那侧锋画出来的叶子，它像一个刀片一样，要更加的锋利一些啊。我们一般在画竹子的时候啊，在画竹子的时候，我们结合上一个线条，好，竹子是一节一节的，好，我们结合上线条，勾线，好，把这个枝干先给它画出来，然后在上面画出竹叶，画一个个字形，3片叶子，先画中间，我们这边画正锋侧锋，这边画正锋压笔，好，提笔收，旁边再来一个，每一笔都要蘸取颜色啊，旁边再来一个，好，压笔提笔收，短一点的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个更短一点的。压笔提笔收，好，我们提笔的时候，提笔走笔的时候快一点啊，压完之后就开始提笔收，那这样子出来的话就会短一些。想要长一点，我们就慢慢的往下拖，再慢慢的提啊。提笔和走笔的动作慢一点，出来的就长一些；提笔和走笔的动作快一点，出来的就短一些。那这是一种正锋的叶子。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侧锋的竹叶。好，在它的上方啊这个位置，我们去画一个侧锋。好，这个位置，这个方向。好，那接下来你们看一下两种不同笔法出来的叶子。两种不同笔法出来的叶子，是不是有一种它就会稍微的锋利一些啊，看起来就是苍劲一些。那另外一种的话，稍微的就要比它稍微的柔和一些。那竹叶都是两头尖中间胖啊，不同的笔法出来的这种叶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法在款式当中如何去应用。我们先调一个颜色，这个暗红色里面再加一点黑色进去，选一块出来调成一个深红色，暗红，好，多一点黑。
好，这里一个暗红色就调出来了。接着我们用这个颜色来做一款竹子，因为竹子这个款式当中的话，我们就会用到托比这个技法啊，不管是它的竹叶还是它的竹竿儿，首先把笔清洗干净了之后，保持在一个湿润的状态，笔尖尖去取色。我们先用托比的技法来给它画竹竿儿。这个竹竿儿的话，我们可以笔尖立起来啊，笔尖立起来，好，侧锋往下拖，慢慢提笔收。这个呢，先不要带得太锋利。这一步画竹竿的时候不用太锋利。然后在它下面一截，横着压笔尖尖。然后侧推往上提 ，OK，好，竹竿的话，中间窄，两头宽啊，然后竹竿是分节的，一节一节的，所以说我们中间这里不用挨在一起，留一个小缝隙。好，横压笔尖，侧笔往下推。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好，压笔尖推上去。这里的话一定要控制好你的力度啊，轻轻的压笔尖即可，不然的话你画出来的有可能竹竿就太粗了。在甲面上画竹竿的时候，尽量的给它画细一些。你不但要画出这种竹竿的轮廓，你还要控制好它的一个粗细，越往上越细。好，横点往上，提笔收，轻点笔尖侧锋往下拖。好，横点，侧笔往上拖。好，一个竹竿就画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画一个细一点的。细一点的话，我们就用线条来表现。不过线条在分段节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这样，横着，轻轻的笔尖压重一点点，压一个结块的感觉。好，打湿一下笔尖，笔尖太干了的话，也是不太好操作的。还是加粗一点吧。但是呢，要比中间竖着的那个要细一点。尖尖上越来越细，往下倒。接着给它画一点枝干出来。枝干的话是在这种分节的地方啊，去勾线条。在竹节的地方去画分支，顺着竹竿去。这样分茬，顺着竹竿的方向去画分支，就是你的这个分支和你的竹竿的角度大概控制在30度，不能够太长。意思就是，如果说，比如说看这个竖着的竹竿啊，如果我要画分支的话，我一定会在这个角度去画，不会在这个角度去画。不要这样横着啊，不要把线条横着这样插出去。比如说横线和这个竖线这里形成一个90度的角，那么我的线条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的。线条分支和竹竿这中间这个角度大概控制在30度角，这样子它才会有一种贴着竹竿顺着竹竿长的那种就是趋势。好，这里
加一个分支，线条细线一节接一节，一节接一节，这样子它就会很像那种分叉的感觉了。那这里呢，下方指尖的位置少加一点，短一点没关系。那少加几根，短一点没关系。OK， 然后竹竿和枝节画好了之后，我们去画叶子。竹子的叶子的话，我们可以分单片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们去画一个，先画一片往下压笔，拖笔走，加深一点，压笔。好，侧着拖笔走，慢慢的提笔收。好，画出一个叶子之后，旁边再给它接一个短一点。然后侧面这里再插出去一个。上方这里再加一个短一点的。叶子的话，记住一定要有大有小，有宽有窄，有长有短。好，再次去上方压笔，透出尖尖来。好，左边来一个，右边来一个。记住叶子呢，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啊，中间胖，两头尖，长条形的。我们分左右。好，这里呢，你会看到我使用到的是一个正风啊，正风的一个拖笔，然后去走的是一个左右。好，左边、右边，慢慢的叶子越变越小。好，这里这一个分支上面再来2片。这你要控制你的笔的力度哦。这儿来2片小一点的，因为甲片比较小，然后你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你压笔尖的力度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笔。OK， 差不多。重点的话也是集中在居中侧，你看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没有去画，尖端这个位置没有去画，这一节看这个分支这里也没有去画。重点的话都是在居中侧，居中侧，然后去形成一个三角，这里是一片，这里是一片，这里是一片，中间的位置如果太空旷，你还可以再去加一片。好，这些都是在3个角边边上去做了一些辅助。那好了，这个拖笔技法的竹叶款就搞定了，就比较简单。你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些字，写得好的可以加一点点。我们可以给它勾一些线条在上面。好，提笔画一个半圆的线条在上面。对，把勾线技法练好了，再来练这个，再来画这个。勾线技法没练好的话，别来尝试。
好，多一根线条呢，只是想要给它加一点氛围感。可以把这个线条当做是一个门框子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其他的空间。好了，然后给它上底胶，底胶整涂包边，照灯30秒，然后再上封层、方程整涂包边照灯啊，新灯60，老灯120。这个款式就结束了。这个款式就结束了。接下来大家尝试一下这个托笔技法吧，去画竹杆和竹叶，主要是练技法，只要画出来形体没有问题都是 OK 的，主要是掌握技法。其实这种托笔技法除了演示在竹子当中，还有就是鸟的羽毛，还有它的一个屁股尾巴的羽毛、翅膀啊，还有就是日式小干花呀，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托笔技法的啊。